车的崛起，10万级别也有很多中型的燃油 SUV 可供我们选择。那今天呢，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款相对于我们比较小众的一个品牌，就是凯翼，它旗下的车型昆仑。这个品牌啊，虽然有一点点小众，但是它的背景还是比较硬的，因为它是有奇瑞的技术支持和控股的。那今天呢，也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个品牌以及这一款昆仑，所以呢，我打算以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来好好给大家聊一下这台车。首先我们来看它的前脸造型做的还是比较犀利的，然后它的前中网造型呢是像它的 logo 一样是展开的飞翼造型，再往旁边看是它的矩阵式大灯，然后一条贯穿的灯带连接上，中间的 logo 整体的前脸造型都是融合为一体的。还有就是它的这个 logo 做的像是一个小小的翅膀，跟它凯翼这个名字也是比较搭的。在它两侧前唇的下方呢，还有这种玫瑰金样式的点缀，这个也是比较精致的。那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它的侧面，20英寸的轮圈做的尺寸也比较的大，然后它还配备了这种新能源车才有的隐藏式门把手，这也是比较少见的哈。再来我们看一看它的尾部，尾部的尾灯造型和它的前脸造型是比较相似的，然后也是用到了一条贯穿式的灯带，中间加上了它品牌字母的 logo。相比较前脸，我觉得它的尾部造型做的是更加的有层次感。比如说上面它的尾翼用到的是镂空样式的，然后贯穿式的尾灯，再来到下方后包围，下方后包围有一点要说的就是它双边共4出的排气，这个排气是真实排气啊，挺霸气的。我觉得昆仑它的内饰做的是相对简约和科技的。首先整体的内饰颜色都是黑色以及灰色，比较符合现在年轻人追求的那种低调的感觉哈。但是它还是有一些科技感的，比如说它这个12.8英寸的悬浮式中控大屏，那这一块大屏呢，它是集成了娱乐以及车机控制等等各方面的一块大屏，然后它是跟腾讯合作的系统，所以说里面的这些应用都是非常多的，像腾讯的一些应用它都是有的，但是它也同时可以安装其他的应用功能，而且它的这个车机互联方面也是做的比较好的，一点都不像是说10万级别的这个车型哈。包括它的语音交互，之前开车的时候我也有试过，我觉得还挺不错的。那顺着大屏往下看呢，是一排触控式的按键，这个按键还是比较简洁明了的。再往下看呢是2个手机位，不过只有一个，左边这个是无线充电位。再往下看是2个水杯架，中间这块是有一个水晶挡把，这个挡把是比较好看的，但是我觉得它可能用起来就没有说怀档那么方便。那比较有意思的点呢是它的点火按键不是说在中控这块，也不是说在这块，而是说在方向盘上，在方向盘的右边这个地方。那这个方向盘其实它上面的功能也非常的齐全，像什么微信啊、语音啊这些等等我都不说了。这边是点火按键，然后左边呢是它驾驶模式切换的按键，用起来也是比较方便操作的。这个车机系统其实还是比较好用的，因为它一键触达的功能特别的多，像我说的这个微信啊、QQ 啊这种娱乐性的功能，它都是可以直接一键触达的。还有一个亮点就是它支持华为的 HiCar 和百度 CarLife， 那这个也是比较方便我们使用这一块大屏的。还有一点就是它这个10万级别的车居然支持座椅通风和加热，这个也是非常惊喜的。你说别看它这个座椅不是说特别的运动，也不是说特别的舒适软和，但是它支持通风和加热，在今天特别热的这个天，这个座椅通风给了我非常大的安慰。它的轴距呢是2820毫米，一共是有5座版本和7座版本可供选择。然后我们现在呢是一个7座版本的，7座版本它的后排第2排呢是座椅是可以调节的，前后呀，然后这样折叠啊都可以调节的，方便我们第3排进出。那把第3排放倒之后呢，它作为一个大5座 SUV， 它的空间也是比较充裕的，而且它的作为燃油车，它的地台真的是完全做到了纯平。它后排的座椅腿托长度是做的比较长的，所以对腿部的支撑还是比较充足的。那座椅角度呢也是支持调节的，所以说比如说我们长途呀或者怎么样的，可以稍微的往后调一调，都是完全 OK 的。然后座椅的软和程度呢虽然不如前排，但是我觉得坐起来也还是挺舒适的。那对于一个10万级别左右的车呢，我对于它的后排还是相对比较满意的，而且它还有2个 USB 的充电口可供我们的充电。那关于5座版本和7座版本该怎么选择呢？其实就是5座版本它更能满足我们的装载需求，7座版本就更能满足我们多人出行的应急需求。虽然说它的第3排座椅可能比较的小，坐起来不如前2排舒适，但是在我们多人出行的时候，应个急还是非常有用的。所以凯翼昆仑这款车型呢，其实是做到了人有我有人无我还有的这么一个多元化需求的车型，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已经把这台凯翼昆仑开起来了。这台车它的动力方面呢是有2个版本可供选择，一个是 1.6T， 一个是 2.0T。然后我们现在开的这辆呢是 2.0T 的，它的最大功率呢是187千瓦，最大扭矩是390牛米。动力其实前半段输出响应还是非常积极的，你看，对，然后再加上它后面双边4出的排气，整个这个燃油的感觉还是非常足的。刹车呢，我觉得是前半段有一点点的虚，但它后半段的这个制动效果还是挺好的。它这个方向盘呢，刚才上午在试车场的时候呢，我们做了一些绕桩呀，还有大曲率的转弯呢，给我的感觉就是有那么一点点的黏糊，不是说特别的干净利落。然后转弯的圈数呢也是比较多，但是它作为家用，它的舒适取向是没有问题的哈。那可能我们想要做一些比较激进的，或者说是比较有驾驶乐趣的时候呢，那这个方向盘就不是那么的够了啊。那这台10万级别的车呢，它是提供 L2级别的辅助驾驶的。虽然说辅助驾驶现在在这个我们的车型上都比较常见了哈，但是每个品牌它的易用性做的还是不太一样的。然后凯翼昆仑这台车呢，在像车道保持啊、车道辅助、车道居中，还有这个防碰撞预警啊等等这些方面，它做的这个精准度还是挺高的，所以说它在辅助驾驶这方面的应用性做的也还可以。顺便提一嘴，它的这个风琴油门的脚感做的确实不错，踩下去的感觉让你觉得特别的舒适和特别的线性。它的底盘悬架呢是前麦弗逊后多连杆独立式悬架，然后在我们过一些减速带的时候呢，还是比较干脆利落的，并且是和它的舒适达到了一个比较平衡的点。那再来说一下它这个 NVH 方面吧，我觉得它的 NVH 可能还需要再做一些的优化。经过和昆仑短暂的相处呢，我觉得这台车还是挺让我惊喜的。虽然说它有那么一点点美中不足的地方，但是我觉得它让人值得称赞的地方也有非常多哈。比如说它比较丰富的配置、充沛的动力，再加上它不错的外观颜值，可能它的内饰不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那款，但是我觉得这种个人审美的东西呢，都是因人而异的哈。那如果我有10万块钱的预算，想买一台面面俱到的车，我觉得凯翼昆仑是一个比较务实的选择。